他都没有聊过他的儿子，不然你们都觉得他到底是不是文案高手？可以这样说吗？天哪，有一种成就感耶！那时候心情感怎么样？那我知道为人爸爸的心情哦。他有做过什么事情让你很惊讶的吗？惊讶吗？我的小孩也会这样。安利月不用钱哦。大家好，我是车。嗨，我是英雄。大家都知道，英雄是个单亲爸爸，他都没有聊过他的儿子，不然你们都觉得他到底是不是文案高手？可以这样说吗？你刚刚说的是人设高手，所以今天就想来聊他的小孩。想请问一下，你的小孩今年几岁了呢？他现在12岁，已经是国一的年纪。对，我现在脑海里我最有印象就是从小2、小3那时候开始有印象，然后以前幼稚园都没有印象了。国一就开始是一个放飞自我的年纪。我那时候小6升国一我就非常开心，那还要自己学会搭公车。然后听说你现在小孩也是会需要自己搭公车，你也不用送他去学校了。国小我会就是接送他去学校，国中之后，因为一来是学校刚好在捷运站旁边，二来就是觉得他应该是要到自己独立的年纪，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他早上真的很早上学，7点半要到校，所以他6点半就要出门了吗？对，他就自己6点半出门。自己去买早餐，因为我觉得6点半我真的没有办法起。以前没有这么早吗？不是差不多吗？以前是7点50才要到校，所以我们7点起床。为什么国小这么晚到学校？反正现在就是6点半就要出门了，然后他要自己走下去做捷运。你有教他吗？那他自己就会了。他说他会啊，我就让他学。我也没有特别跟。天哪，有一种成就感耶！那时候心情感怎么样？那我知道为人爸爸的心情哦。我想说，他长大了，因为那时候你会觉得他好像都不行，就是对，很怕他做不来，觉得对他是不是不会还是不行，会害怕他这样。然后，但后来发现，他其实可以自己去，然后自己回家。他都没有哭闹什么，就是我不要，我要你载我的。没有，所以你就自从他那时候开始就给他零用钱。零用钱是一直到我开学前我们要讨论过，开学之后才把他所有的 schedule 都排好。对，因为他有上学嘛，然后有补习，跟自己回家，然后就是跟自己回家哦，就自己回家。对，就是把他所有的事情都排好之后，他还要选看哪几天是住我爸妈家，看他剩下几餐，然后就给了他经费的。他有去靠北过吗？靠北胡法过，因为我给他的钱应该是算不错的。他有在跟你讨过钱吗？他没有另外跟我多要，他算是蛮务实的小孩。我刚刚跟英雄去吃饭的时候，你是有跟你小孩讲电话？对啊，你就跟他说钱在哪里就直接去，你好放心他哦。对，他就是很乖的一个小孩子这样子。就他没有对钱那么的 care。对，因为我们从小不会让他想要什么却得不到，就比如说他要 Switch， 你就买给他了。我不会马上买，但是我会给他一个条件成就，条件得到就可以给他。然后或者是他某一些节气的时候，他想要那个东西，他就要等到那个时间。我们有一些规则，那他只要在那个规则下，他有遵守或者是达成，那他就可以得到。毕竟好像是让他接受一下现实社会的考验。像他的同学是都考第1名，但是他爸妈就是说电动就是不好。所以他同学到现在都还没有 Switch， 然后现在又可能又跟他讲说你要国中了，要认真念书，所以他那个小孩从人生到现在没有打过电动。我觉得对小孩来说，他失去了跟同学交流的话题，那他就会被同学孤立。我会觉得这样对他长大不好，因为我觉得人你就算以功课好不好是其次，因为你就算功课不好，之后还是不代表你未来就好啦。所以我觉得他可以跟同学交流的能力，我觉得好像比较重要。所以这些故事都是你小孩跟你说的吗？哪一些故事？就是什么同学第1名都拿不到Switch。对，那个是他跟你分享这些。对啊，你当下听的感觉怎么样？我就会问他说，那个谁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？所以你都会跟他聊同学谁谁这样子。他会跟我讲他像他现在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回家，他现在小孩已经很厉害，功课已经写完了，然后休息时间，他就会打开他的 LINE， 然后他们有一个游戏的群组，然后他就会开群通，然后大家就会在上面，然后就说，我们现在去玩什么游戏，然后就开始边用群通，然后边打电动。我突然觉得好有趣，听你这样讲。对，现在的小孩就是已经
进步到已经都是一直用手机，我也是有吓到。像我随时打给他，有时候 LINE 是打不进去，他在打游他戏，一直在通话中。好气哦。对，然后因为他那个是平板又没有电话，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拨他，所以我只好传 LINE。再不接你就死定，这样吗？对，打给我，然后有一个生气的符号。那我要请问一下，他从以前国小到现在独立自主，你觉得他有什么样的改变吗？因为至少对他来说是一个人生转捩点。他现在国中的独立，我是比较意外，因为之前我几乎把他当什么都不会做的人。对，但是我后来发现太多事情要忙，我现在变成比较多份工作，就会没有办法完全的去顾他。其实他在5、6年级的时候应该就有已经这能力了，只是我一直没有让他飞出去。现在因为我真的就是顾不着，所以我就让他飞了，然后就发现好像没有比想象中的早。他有做过什么事情让你很惊讶的吗？惊讶吗？我的小孩怎么会这样？那时候比较惊讶，就是他会自己去买东西吃那些，然后搭捷运那些，我就觉得他怎么会啊？他会用悠游卡学生证就是悠游卡啊？因为之前5、6年级的那时候，我没有办法带他去补习班，我就会请我爸妈带他去。那他也是我爸妈要带着。但是现在就是他去那些补习班，他都自己去了，就是我爸妈也不用带他去。我那时候第一次就问他说：“啊，你会做捷运吗？”他说：“会啊，我都做过那么多次了。”谁不会做捷运？还好吧，我阿嬷去买康拜我都吓一跳了，因为我家在宜兰嘛，然后他要搭公车回宜兰老家，那时候我那时候还在读高中，然后我就回到家看我阿嬷拿着一杯珍奶，我吓到那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对啊，就是你忽然觉得他可以自己去独立自主了，什么事情都会做了，回来吃，很厉害了，对，好感动哦！我这听这样讲，我都觉得当爸爸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个经历经验，好像已经真的长大了。自己会不会推很多人想生小孩？不知道。上次有算过那个钱啊，好像也没有花很多钱。我还记得2、3万养一个海哥就跟养一个员工一样。而且我觉得你现在穿这件蛮可爱的，你养小朋友。我刚才看想说，我到底跟谁讲话？那他有做过什么让你生气的事情？因为青春期现在很难，叛逆期。对，他现在已经经历到人生第2个叛逆期。因为第一个我记得是7、8岁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觉得倒是还好，他还很乖。可能那时候有老婆在，比较不用我自己跟他沟通。对，因为我通常都是扮黑，我就负责骂人。那他有跟你说过这些故事吗？就是很怕你。他现在你感觉出来，他应该还是怕我，因为他现在不怕其他人，他都会跟我爸妈吵架。你不用跟他说不能这样对阿公阿妈。我有说，但是没有什么用啊。然后我爸妈就说他都不听话，都不听他们。那你怎么办？我每次讲他都听话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就是有怕我。他就是会用小聪明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对，他知道什么人不该惹，什么人该惹。他知道不能惹我。但是他知道可以惹阿公阿妈，因为阿公阿妈到最后都会原谅。他有做什么让你很暴怒的？除了打给我这件事情以外，我觉得他现在比较让我生气的就是，他明明有一些应该要做的事，像是洗澡，他不洗。你要告他吗？没有，就是他会拖，就是他在打电动的时间，就是他电动打完，他就会看很多的 YouTube。小孩很爱看 YouTube， 他就会看那 YouTube 的时候，他就会一直想要拖原本就应该做，像比如说要洗你的便当盒啊，或者是要洗澡啊，就哪里弄不出来啊，给我签啊，我就会生气。你是怎么样生气法？手抓放在胸口上看着他，我就会喊他的名字，你那个东西做了没？我说你现在把我平板给我关掉，先把那些东西做完。你会没收他平板吗？我不会主动没收。什么叫不主动？还是他被动吗？不是，他就把他这平板给你。我没有真的主动做这件事情去拿，因为在我讲完之后，他应该都会去做完。如果再被我讲一次的话，我就把你平板没收，还没有这么到严厉。好像有讲过啦，所以你在教育小朋友的方式是属于严厉的。我觉得还是要了，因为有些人都放，像我爸就是放牛吃草。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在学校干嘛，他就随便前一天就对你看。那你有觉得现在的小孩跟你以前在当小孩的感觉有什么差吗？他们现在其实接触的东西比较更多了，因为资讯爆炸。我觉得他们光同年龄，他们其实是比我们聪明，你应该可以感觉出来。其实他们，我感觉不出来，我没有小孩。我是说，在路上看到那些国中生啊，你会觉得他们谈论的内容其实是跟我们以前比起来，其实是比较，不是说有深度，就是比较困难的东西，流行用语。对，他们其实像刚刚那些资讯类的东西的使用，他说不定都比你厉害，他可能才接触个
1年，他现在已经可以帮我爸妈解决手机的问题。那你觉得你当了爸爸之后有什么样的心情上转换？你说刚开始他出生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是有规划要生小孩，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是好有一个新的责任，那时候心情比较像是有后悔过吗？没有因为这原本就在计划中的事情。那有什么变数吗？就是之类的，没有觉得后悔。所以心情上的感觉，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重点，我从你口中听的，自己也有觉得，就是成就感。成就感是还蛮大的，很感动哎，就是从他刚出生到现在长大，可以自己搭捷运的买东西。我是自己觉得我养的还不错，就是该给他花的，也不会让他一样变宠溺这样子。对啊，然后性格上的教育什么的，就很独立，对，算是做的不错。然后他也没有变坏，然后也不是那种就是会那种翘课那种到其次，但是有一些是你可以接受你小孩翘课，我当然是不能接受他翘课，但我意思说就是那么严重的坏事一定不会发生，但是有一些坏事他是功课很好，就是爸妈没有把个性教好，他就是会自傲，对，傲娇，然后对自我中心，然后就是可能对其他人不好不友善这样，对啊，然后就自以为是啊，对我觉得至少这方面我们是蛮好的。就是不是说他功课好，他就可以为所欲为。这样是我觉得品德教育是最重要的。以上听下来就觉得，我自己都觉得我都想生小孩了，好烦哦！我没有想过这种结局，就是听到你说这些，会有一种满满的感动吧。我觉得就是很像一点一滴的回忆，因为可以把它当养成游戏之类的。大家看我影片的时候，觉得都在养成看我长大啊，这种感觉。然后后来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英雄来介绍他与他儿子之间的故事。他不是人设高手，他真的有小孩的。我们看过他家吧，你看出来那应该不是造的吧？为了一个单亲爸爸，然后把一个房间故意用的很小孩，根本没有住人，没有开玩笑的。喜欢我们这边左上角的英雄的 Twitter 可以追踪哦，然后可以支持他的写真书。